诚意嘟嘴不是卖萌，一个小动作背后藏着整个娱乐圈最稀缺的东西。说诚意爱嘟嘴不是卖萌，是为了美容、减法令纹、放松面部肌肉。我当时就怎么说呢，差点划走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划走。可能是那天晚上特别闲，也可能是我对诚意这个人一直有很多想说的。反正我开始顺着这个帖子往下想，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一个演员嘟嘴吗？能有什么好说的？但等一下，你把这个细节放到诚意整个人的行为模式里去看，放到他怎么对待自己这份职业里去看，突然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不聊剧情，不聊 CP， 不聊番位，只聊诚意这个人。从一个嘟嘴的小动作开始，一层一层往里扒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带着滤镜，但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没看到的东西。今天就试着把这些东西摆出来，你们自己判断。好，第一层，也就是表面上你看到的，诚意爱嘟嘴。这个粉丝圈里讨论过很多次了，不管是剧组路透、直播、采访，他确实经常不自觉地嘟嘴。有人觉得可爱，有人觉得他在卖萌。那条帖子还特意去查了，说嘟嘴可以锻炼面部肌肉，减少法令纹，促进微循环，还能放松减压，说得头头是道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分析也觉得挺有意思的，科学嘛，有道理。但转念一想，不太对。你见过哪个明星是因为美容才养成一个下意识的习惯的？如果嘟嘴真的能美容减压，那全娱乐圈都该在嘟嘴啊。但你看看那些综艺镜头，大多数明星在放松状态下，不是在玩手机，就是在闲聊，谁没事嘟嘴？所以这个帖子的解释吗？怎么说呢？可爱是真可爱，但我觉得他只看到了最外面那一层。好，我们往里走一层。第二层，媒体没怎么说，但其实更值得看的。嘟嘴这个动作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暴露出诚意的一个特质，他对自己的身体管理精细到了很多人想不到的程度。我之前看到一篇报道说，拍莲花楼的时候，诚意为了角色的销售感，用了非常极端的控制饮食方法，他自己后来还提醒粉丝别学。拍长安24季那个谢怀安，他提前3个月减重15斤，白发造型加上清瘦的身形，那种破碎感不是后期调色掉出来的，是真瘦出来的。还有一个细节，邱星志在拍富山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大意是40度高温，诚意拒绝使用房车休息，坚持在片场临时棚区待着，理由是离导演近一点，随时能沟通表演细节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一番男主，片场有房车不去，40度高温下手在棚子里，这不是做样子能做出来的，因为没人在看。这是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不是卖萌那个画风。所以嘟嘴也好，控制饮食也好，拒绝房车也好，你把这些细节串起来，看到的不是一个明星的保养秘诀，而是一个人对自己这份职业有一套极其严格的自我管理系统。嘟嘴可能真的是下意识的习惯，但这个习惯存在的土壤是一个对自己的脸、身体、状态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人。对他来说，脸就是工具，身体就是工具，而工具必须保持在最佳状态。这种人在娱乐圈，说实话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。好，再往里一层。第3层，这才是今天我真正想聊的。诚意身上有一个现象，我觉得在年轻一代男演员里非常少见，前辈集体力挺。不是那种商业互夸，发布会上的客套话，是真的，私下场合、直播间、采访里，一个接一个的夸。王劲松，这位老师你们都知道吧，演技公认的天花板级别。他拍长安24季的时候说诚意是一个下功夫的演员，特别提到他对角色的理解深度远超同龄人。宁静更直接，在天地剑心直播结束之后，他跑到自己的直播间，公开说诚意演得真帅，而且不是那种夸脸的帅，是夸表演的帅。他还特别点了诚意的打戏。
靳东在合作底线的时候夸他表演扎实，不依赖流量，而是靠真实实力。刘敏涛说他演的肖承旭层次感很强，眼神戏令人印象深刻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还有张智霖。张智霖对程毅的赞赏简直是花式夸，夸到粉丝都不好意思了。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？在娱乐圈，那些真正的好演员，他们认同一个后辈，一般只有一个原因，这个后辈是真的在用心演戏。不是流量够大，所以客气两句；不是同一个经纪公司，所以互相捧场。王劲松、宁静、靳东、倪大红，这些人在圈里是什么地位？他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好一个年轻演员。他们夸你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你的东西是真的。而且你注意，这些评价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，不是帅，不是流量大，而是下功夫、扎实、敬业、专注。这就是我说的，嘟嘴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点点，水面下面是一整套职业素养体系，而这套体系是被业内真正的行家认证过的。这部分我确实不是100%确定每一条评价的原始出处，但根据我看到的多个信源交叉比对，方向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最后一层，第4层，这一切在2026年意味着什么？各位应该都知道，程毅今年初跟欢瑞世纪合约到期了，现在是自立门户的状态。网上有些传言说他连掉13个代言4部剧没过会，说的挺吓人的。但说实话，这些传闻我仔细看了看，逻辑上不太站得住脚。首先，他跟欢瑞是合约自然到期，不是解约。很多商务合约跟着经济合约走，到期不续是正常的商业周期更替，跟人气下滑不是一码事。其次，长安24季豆瓣7.8分，这个分数在古装剧里绝对不差了。他在里面演的谢怀安、雪地桂林那段戏12小时播放量就破2亿，全网都在讨论他的演技突破。你说这叫成绩不理想？我觉得这个判断有点太严格了。再说他的新动向，跟林更新合作的《两京15日》已经杀青，马伯庸的原著加上张黎导演，这个阵容本身就说明资本对他的信心还在。而且最新消息是他还要拍现代科幻剧《地心计划》，改编天下霸唱的地底世界，导演是拍过《猎罪图鉴》的刘书巧。你注意这个选择，《地心计划》是现代剧，而且是科幻悬疑。程毅已经4年没拍现代题材了，这不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会做的选择，这是一个有规划的、主动求变的选择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也有个类似的判断失误。莲花楼开播之前，所有人都不看好，觉得武侠已死，探案太老套。结果呢？爱奇艺热度破万，豆瓣8分以上，2年后的现在，2026年4月还能登上爱奇艺热搜榜和电视剧榜双榜第一。2年啦，各位。程毅一个人在爱奇艺近3年最高分古装剧前10里占了3个席位。这种长尾效应在流量时代简直是反直觉的存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莲花楼2传出暑假定档的消息了，程毅、曾舜晞、肖顺尧全员回归。如果这事成了，那今年暑假又有好戏看了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程毅嘟嘴到底是在干什么？作为他的粉丝，我的回答是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想那么多，可能就是个习惯。但这个习惯之所以让我觉得值得聊这么久，不是因为嘟嘴本身，而是因为它属于程毅身上一整套反流量的行为逻辑。不爱上综艺，因为怕影响观众对角色的代入感；不住房车，因为要跟导演随时沟通；控制饮食到极端，因为角色需要那种质感。嘟嘴，也许就是这套自我管理系统里最不起眼但最日常的那一环。在这个行业里，大多数人在经营人设、经营数据、经营社交关系。程毅好像在经营一种更老派的东西，手艺。而前辈们的集体认可，恰恰证明了一件事，手艺这个东西，行家是看得出来的。
说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，你去一个餐馆，普通食客看的是装修和价格，但一个资深厨师进去吃一口就知道，这个店的后厨功夫扎不扎实。王劲松、宁静、靳东他们对诚意的评价，就是资深厨师对后厨功夫的认证。最后说说我的预测，2026年对诚意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型年。脱离经纪公司，自立门户，从古装转向现代科幻，每一步都是高风险的。但如果两京15日和地心计划有一步能打响，那它的路会比以前宽很多。因为到那个时候，它证明的就不只是古装扛剧，而是跨类型扛剧。我个人倾向于乐观，不是因为粉丝滤镜，而是因为那些前辈的评价。在这个行业里，资本的眼光可能会失误，数据可能会骗人，但老戏骨的眼睛，基本上不会看走眼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就是程毅跟欢瑞分开之后，他的新团队到底是什么配置，什么策略？这个对他接下来2年的走向影响很大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所以我想问各位，你们觉得诚毅2026年能不能完成这次转型？两京15日和地心计划，你更期待哪一步？评论区聊聊，我很好奇大家的判断。觉得今天这期有点意思的，点个赞，关注一下。我们下期见。